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单元，建教合作训练契约。这一堂课的主题叫做契约与权益保障，你的职场第一道防线。大家先不要看到契约两个字就觉得很难。我们今天不是要教大家背法条，也不是要考各位第几条写什么，而是要知道当你拿到建教生训练契约时，要了解哪些地方一定要看，哪些内容不合理时不能急着签，以及真的遇到问题时可以拿哪些资料，找哪些人协助。契约不是只有签名那一天有用，它会一路影响到你的训练内容、你的生活津贴、训练时间、休息、保险及相关争议的处理。所以请大家把它当作进入职场前的一个重要保护工具。我先介绍今天的学习地图，我们会从权益意识开始，接着谈基础训练，再直接拿一份实际的建教生训练契约来读。后面也会特别举几个大家最在意的重点，比如说生活津贴该怎么给，训练时间有什么限制，合作机构有哪些事情不能做。那如果真的发生争议，要怎么反应与申诉？所以今天的重点不是要把十几条契约的内容逐字背下，而是学习快速的找到跟自己最有关系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用人事时钱保还有退跟就7个字来帮大家整理，让一份看起来很长的契约变得比较容易阅读。在开始介绍契约之前，先建立一个观念，建教合作是一项正式的教育方案。各位在合作机构接受训练时，身份不是单纯的一般员工，而是仍然具有学生身份，同时依法接受职业技能训练的建教生。因此，制度设计的核心不是把学生送到企业里面去补足人力，而是让大家把学校所学的跟实际的技能连接起来。也因为大家具有这样的双重身份，法律才会特别规范训练内容、生活津贴、训练时间、保险、职灾与申诉等事项。最重要的是就是把双方的权利跟义务黑字白纸写进契约里，让大家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那为什么契约很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报道。以下这个报道是发生于10几年前的一个案件。那因为这些事情，让教育部还有国家的相关单位开始决定要把这些契约要把它制度化，然后需要后续的一个审查的机制。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当时的报道。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国内大约有35000个建教生。不过，今天却有劳工团体跟家长团体出面指控说，教育部失职，都没有好好关心这些建教生的处境。甚至呢，还有建教生毕业的学生，他说自己曾经工作2个礼拜，只拿到了300块钱的薪水，根本就是剥削。今年6月才从私立方树商工餐饮科毕业的陈同学，毕业后终于勇敢站出来，说自己在当建教生时怎么被餐厅老板对待。你总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然后叫你学，然后你也都不学。可是我明明就很努力在帮他做事情，他也就是说，你说你这动作简直就是跟乌龟，就跟乌龟一样。做了2个礼拜，向学校反映没去上班后，拿到薪资单才发现，每天从早到晚上班12天，薪水只有300块。他问他说：“你领多少薪水？”他说不知道。他又问他的同学，他同学跟他说300块。可是300块，我想做了这么10几天，怎么会是300块？
父亲向学校反映，一问才发现学校跟店家没有签订训练契约，店家也没有保劳保，明显违法。立委黄淑英批评，建教生长期以来都被当廉价劳工，商家也付出很多的代价了，所以两相抵消之下不给薪水，这个是我们的学校给家长的同意书，这个像话吗？根据统计，目前国内有35000名建教生，但家长团体批评教育部根本放任建教生被剥削。民间团体及立委共同要求教育部制定建教生的训练契约，也要求劳委会发动劳动检查，保护学生权益。从这一页开始，我们正式来看训练契约。以后大家拿到契约时，不要急着翻到最后一页就签名，前面的内容其实更重要，至少要看清楚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是你的对象跟谁签，在内容要学些什么，时间训练多久，大概每天是几点到几点，生活津贴会怎么给，有哪些保险，以及如果真的不适应或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用林小带的建教生训练契约来当例子，一条一条带大家看，大家不用把整份契约背起来，也不用记第几条第几款，真正重要的是当以后你拿到自己的契约时，知道哪些地方要看不懂时，或是觉得怪怪的地方，也知道要先问清楚再签名。我们先来做个暖身。如果现在给你一份第5页的契约，你第一个会先看哪里？有些人可能会先看生活津贴有多少，那有些人会看每天工作是几点到几点，那也有些人会在意说哪些费用要自己负担，哪些钱公司不能扣，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不过契约最怕的是拿到之后没有仔细看，翻到最后一页就签名，因为一旦签下去，就代表你已经确认这一份契约的内容，所以契约就算有好几页，我们还是要知道重点在哪边。当然，老师不是要请大家把每一条契约都背起来，也不需要每个法律的名词都看懂。接下来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只要抓住7个字：人、时、事、钱、保、退、就，这7个字就可以很快找到契约里面跟自己最有关系的内容。这7个字请大家记起来：人、事、时、钱、保、退跟就。人是我到底跟谁签，事我到底要接受哪些职业技能训练，时是训练期间每天的时间跟休息，钱是上述交通和生活津贴，保是有关于劳保、职业灾害或其他保险的保障，退是不适应或是契约终止时该怎么处理。最后这个字是就，就是当权益有争议的时候，该找谁来协调或申诉。等一下看每一条契约，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回这7个字里面。只要这个7个字会抓，一份很长的契约就不会那么的可怕。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林小带的契约。拿到契约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确认人，请大家找一下学生的姓名、合作机构、学校名称和科别有没有写对。那实际上的契约会很像这个样子。现在是由教育部有一个公版的契约，所以先确定你的姓名、你的合作机构的名称、跟甲方跟乙方还有你的学校名称是否正确。那当然科别的部分也很正确，也很重要。那这些资料看起来很基本，但是要仔细确认，因为接下来的训练内容
生活津贴、保险及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是依照这一份契约来约定的。另外，大家也要注意到，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建教生的训练契约，而不是一般劳工所签订的一个契约。因为建教生到合作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接受职业技能训练，所以契约里面除了权益保障，也会清楚的写出你要接受哪些训练。所以第一步很简单，先看人有没有写对，再继续往下看。第二条要看的是保险，我们把它放大来检视。第二条在这里，林小戴这一份的保险契约写得很清楚，建教生在受训期间，合作机构要依规定为建教生办理劳工保险，另外还要投团体保险，包含意外险及意外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而这份范例的团体保险最低保险金额是100万元。所以大家不要把不同的保险金全部混在一起。先记得一个重点，这些保险不是公司额外送给你的福利，而是契约规定应该提供的保障。进入合作机构前，如果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完成投保，可以主动询问，也可以请学校协助确认。不要真的发生意外才想到说自己到底有没有完成保险。第一条，除了看时间以外，也要另外注意一个重点，就是我要学些什么。我们现在把契约放大来做检视，这是第一条的部分。它的时间是从111年8月30号到114年6月毕业日，每3个月轮调一次。那再来比较重要的是这边，里面列了你的职业技能训练里面呢，里面列了机械加工、机械组装、品管检验、物料管理等训练项目。大家要注意，建教生到合作机构接受的训练，应该要跟自己的科别与训练计划有关系。当然，公司偶尔要整理环境，帮忙一些共同事务，这些都很正常。但如果你是机械科的学生，长期都只被安排要搬货或是清洁，却没有学到契约里面原来安排的技能，这时就要向老师或学校反映，因为建教合作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让大家去学习职业技能，不能因为哪里缺人就长期把建教生安排去做一些跟训练内容无关的事情。第二条要看的是保险。我们来看到这边，林小戴这份契约写得很清楚，建教生在受训期间，合作机构要依规定为建教生办理劳工保险，另外还要投保团体保险，包含意外险及意外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而这份范例的团体保险最低金额是100万元。大家不要把不同的保险金全部混在一起，先记得一个重点，这些保险不是公司额外送给你的福利，而是契约规定应该提供的保障。进入合作机构之后，如果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完成投保，可以主动询问，也可以请学校协助确认，不要等到真的发生事故才想到自己到底有没有保险。第三条是训练证明。大家可能觉得训练结束后就没有事了，但契约有规定，不管是契约期满，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提前终止，合作机构应该要发给你书面的训练证明。
上面要记载你的训练职类、训练期间与训练的时数，所以这一张证明要记得保留，它就是你曾经接受过哪些职业技能训练的正式记录。以后不论升学、求职或整理自己的工作学习经历，都可以作为参考。不要训练了3年，最后只记得我以前在那家公司待过，却没有把自己的训练记录留下来。第4条谈的是契约的宗旨，我们直接来看契约的内容。那先从学生这一边来看，如果真的因为健康或其他正当理由无法继续训练，可以提出终止契约。如果是未成年学生，还需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所以如果真的不适应，不要直接不去公司或失联，或自己收东西就离开了。比较适当的做法是先找老师、访视老师或是学校负责建教业务的老师，把原因说清楚，再由学校协调处理。大家要知道，契约不是把你绑在公司，而是连要离开都有一定的程序，把事情处理清楚，也避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如果是合作机构要终止契约，也不是主管一句话说明天不用来了就可以直接结束。契约规定，如果学生有重大违反规定、故意损坏设备或确实无法胜任训练等情况，合作机构知道后应于3日内协调学校加强辅导。经学校辅导2个星期仍没有改善，合作机构才可以依规定终止契约，并报主管机关备查。所以大家简单记得，发现问题之后，会由学校来介入辅导，再来依程序处理。这不是学生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终止契约，而是即使要终止，也要按照契约的规定程序来处理，不可以由主管一句话就决定。第5条开始就是大家比较有感的生活事项，包含住宿、吃饭和交通。以林小戴这份契约为例，住宿的部分是免费提供的，那早餐跟晚餐要自理，午餐由公司提供，每餐收取30元。轮调交接时往返学校的交通费用，则由合作机构来负担。这里还要特别注意到，就是住宿费的部分。规定里面住宿费不得超过生活津贴的5%。所以这一条大家不用背林小戴要花多少钱，真正要学的是自己的契约勾了哪几格，写了多少钱，而且收费有没有符合规定。每个人的住宿、餐食跟交通不一定相同，不要只听同学说大家都一样。签名前要看清楚自己的契约，实际提供的内容跟收取的费用也要跟契约上的约定相符。接着看生活津贴，依目前2015年最新标准，每个月最低工资已调整为29500元。那我们在契约书上面也会明确标示，请看到第4点生活津贴的部分，这里是29500元。那建教生的生活津贴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所以现在签订契约，原则上每个月不得低于29500元。另外，生活津贴
要按月全额给付。合作机构也要提供生活津贴的明细，而且要考量建教生的学习表现与年资，逐年增加生活津贴。所以，请大家每个月拿到生活津贴时，不要只看账户有没有入账，也要看一下金额跟明细是不是跟契约约定的一样。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生活津贴不是一般劳工的薪资，而是建教生参与职业技能训练所给的补助费，依法免纳综合所得税。但是叫做生活津贴，不代表合作机构可以随意少给或扣钱，原则上要按月全额给付，而且要提供生活津贴的明细。那哪些费用可以收呢？例如林小贷这一份契约约定午餐每餐30元，这是可以收的。那如果提供住宿并收费，住宿费则不得超过生活津贴的5%。以115年每个月最低工资29500元为例，5%就是1475元，所以住宿费不可以超过这个数字。另外，像是制服、工作器具、训练费用、保证金，合作机构不能要求建教生来负担，也不能预扣生活津贴当作违约金或赔偿的费用，更不能因为违反工作规则就直接扣生活津贴。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可以收的费用要符合规定跟契约的约定，不可以扣的，公司不可以自己决定，就从生活津贴里面扣除。我们用4个例子来判断看看，哪一个是合法的、可以的。第一，公司说制服要自己付1500元。第二，因为迟到直接扣500块的生活津贴。第三，提前终止契约要赔每个月1个月的生活津贴。第四，午餐按照契约约定每餐收30元。这个答案很清楚，前3项就是有反红的部分都是有问题的。契约明定，合作机构不得要求建教生负担制服、工作器具及训练费用，也不能因为违反工作规则就扣生活津贴，更不能因为建教生要求提前终止契约而支付违约金。至于第4项，林小贷的契约本来就有约定午餐每餐可以收30元，所以不能只看到公司有收钱就认为是不可以的，而是要看契约原本怎么约定，实际收费是不是跟契约一致。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先不要只凭感觉判断，把自己的契约拿出来看，确认契约怎么写，相关规定允不允许。第9条可以说是整份契约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它直接告诉大家有哪些事情合作机构不能要求建教生做的，像刚才有提到的，不能要求你负担制服、工作器具或训练费用，也不能要求有保证金，那也不能超时训练，更不能要求你推销产品，或是不能因为业绩没有达到就扣生活津贴，也不可以要求你在提前终止契约就要赔违约金，或者若违反工作规则，也不能直接扣生活津贴，更不能限制你在契约结束之后到哪里工作。所以这个条文的简易的版本，我们就整理在这里。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公司跟你谈好，你同意就可以。如果有在契约或其他文件看到类似的这几个要求，先不要急着签，请学校老师帮忙确认清楚。
前一页的内容比较多，这一页大家只要记住看到几个要特别注意的说法。第一，制服费从津贴扣，这是违法的。再来，先缴保证金也不可以。第三，提前离开要赔钱，更不行。第四，业绩达不到就扣生活津贴。第五，契约结束后不可能去同业工作，这些内容都是契约明定不得约定的事项。所以就算有人跟你说都是这样子的，不用急着接受，可以先把资料留下来，再请老师或是学校协助确认。大家学会看契约，不是要跟公司对抗，而是遇到不懂或是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先问清楚再签。第10条看的是训练时间和休息。林小戴这份契约，它的第10条这边训练时间写的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间12点到1点休息，所以从早上到下午5点，虽然一共有9个小时，但扣除中午休息时间1小时，实际训练时间就是8小时。契约也规定，建教生每天训练不得超过8个小时，每星期不得超过40小时，连续受训4个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而且每7日至少要有2日的休息，作为例假。夜间训练还要再多注意一些，未满16岁的建教生，每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不得安排训练。如果已经满16岁了，也不是公司就可以直接安排到晚上10点，而是必须有特殊需要，符合相关条件，而且经主管机关核准，才可以依规定安排到晚上10点以前。另外，每天从开始训练到结束，包含中间的休息时间，合计也不得超过12小时。所以大家不要把规定记成满16岁就可以做到晚上10点。真正的重点是，满16岁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还要符合规定，并经主管机关核准。如果发现自己的班表时间不太对，就把契约和班表拿出来确认，有疑问再请老师或学校协助。接下来看一个很实际的情况，主管跟你说今天订单很多，留下来一下。这时候大家先不要想有没有加班费，而是要确认这个时间是不是按照契约约定的训练时间，有没有超过建教生的训练时间限制。契约上是可以按照不同的班别约定不同的训练时段，就像这个契约上面所示，它可以写不同的时段，但实际上安排仍要符合契约及相关的规定，不能因为今天比较忙就临时要求你留下来超时训练。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看自己的契约和班表，有疑问就保存相关记录，再请老师或学校协助确认。大家要记得，建教生不是有给加班费就可以加班，原则上是不能安排超时训练。第10条也把建教生的休息、例假和生理假规定得很清楚。建教生连续受训4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每7天至少要有2天的例假。这跟一般劳工的常听到的一例一休不太一样。一般劳工原则上每7天有1个例假，1个休息日。休息日在符合法定规定下可以出勤
并依法计算加班费，但建教生是每7日至少2日都是例假，所以不能直接套用休息日来加班再领加班费的概念。这2天原则上都不能安排训练，遇到依法该放假的时间，原则上也要放假。如果有挪移要调到其他日期的情况，必须由合作机构与学校协商，并经建教生同意，不能由公司自行决定。该有的假也不能因此取消。另外，女监教生如果因为生理日造成受训困难，每个月可以申请1日的生理假，不需提出证明。合作机构不能因此扣生活津贴，学校也不能因此影响他的成绩。所以记住这3点：每7天至少要有2天的例假，国定假日的日期要挪移的话，不能由公司决定。再来，生活津贴不能因为生理假的关系而扣除。第11条谈的是职业伤害。合作机构不能让监教生接受具有危险性的或是有害的训练。如果监教生在训练活动中发生死亡、失能、伤害或疾病，也有应对的补偿保障，而且学校应主动协助监教生请求补偿或申请相关给付。例如，机械科学生操作时发生割伤，或餐饮科学生训练时遭受烫伤，这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确保安全，就医处理，并通知学校，同时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就医资料及相关记录保存好。至于后续是不是属于职业灾害，有哪些补偿或给付可以申请，再请学校及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即可。大家要先记得一个原则：发生事故时，先处理伤势，通知学校，然后留下记录，不要一个人单独自己处理。第7条要提醒大家，合作机构不是只有提供一个地方让你工作，更重要的是要依照训练计划教你技能。合作机构要按照职业技能训练计划及进度实施练习，安排具有相关技能的专人来指导，而且训练内容要和你的科别相关，也要提供良好安全的训练环境。另外，合作机构安排训练时，不能影响到你回校上课或是参加学校依法所安排的活动。每天的出勤和训练情况也要留下记录。所以大家到合作机构之后，可以先问自己3个问题：有没有人教我？学到的东西跟我的科别有没有关系？训练环境安不安全？如果长期都没有办法做到，就应向学校或老师来做反映。第8条谈的是学校和合作机构的辅导责任。大家到合作机构之后，并不是学校把你送出之后就没事了。契约规定，学校要指派老师每2个礼拜至少1次，而且是不预告的方式到合作机构来做访视，了解大家的实际上的训练情况。如果访视老师发现训练内容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或合作机构有违反契约的情况，就要向学校报告，学校也要求改善，继续追踪并留下记录。所以哪一天如果学校出现在你的合作机构里面，不
不是专程去看你有没有偷懒，而是要实际上了解你有没有按照计划接受训练，训练的环境是否安全，以及相关权益有没有受到保障。第12、13条提醒大家，契约保障的不是只有生活津贴和训练时间，也包含人格的尊严。合作机构不能因为建教生的种族、性别、年龄、身心障碍等因素给予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如果你因为权益问题提出申诉或协调，也不能因此受到不利的一个对待。另外，受训期间同样受到性骚扰防治及与申诉制度的一个保障。如果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言语、讯息、肢体行为或不当的要求，不需要自己先判断这到底算不算性骚扰才敢说，可以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保留相关记录，并找可信任的老师或学校协助处理。第6条谈的是争议如何处理。如果你和合作机构对于契约内容或权益有争议，可以先向学校反映，那由学校协助双方协调。如果还是没有解决，也可以依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诉。未成年建教生如果有需要时，由父母、监护人或受托人也可以协助提出申诉。大家要注意，先找上学校协调，不代表事情只能在学校处理。契约也保留了其他法律上的救济方式。所以，如果真的遇到问题，可以先找你最了解你训练情况的老师或学校协助。如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再依需要向主管机关申诉或寻求其他协助。如果真的遇到问题，除了找老师或学校帮忙，也记得将相关记录留下来，可以记住4件事情。第一，记下时间，事情是哪一天、几点发生的。第二，记下事情的经过，例如主管说了什么，要求你做了什么。第三，保留跟自己有关的班表、出勤记录、生活津贴明细或讯息。第四点，记下自己曾经向谁反映，什么时候反映的。留下这些资料，不是要找公司的麻烦，而是之后如果需要学校协调或提出申诉，才能比较清楚了解事情的经过。当然，也不要为了收集资料去偷拍或取得公司的机密，只要保留与自己权益相关，而且是合法取得的资料即可。契约的最后一页也不能只看签名栏，签名前要先确认自己跟合作机构的资料、签约的日期，以及未成年建教生的法定代理人是否完成签署。另外，契约签完之后，建教生自己也要保留一份，不要到最后变成我记得有签过，但是契约放哪里、内容写什么都不知道。资本要妥善保存，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帮自己留一个备份，或是用拍照的方式保存下来。大家要记得，签名代表你确认的是整份契约的内容，不是只有最后这一页。所以前面讲到的训练内容、生活津贴、训练时间、保险以及契约终止的一些重要的规定，都应该在签名前要先看清楚。最后，老师帮大家把今天看契约的重点整理成7个字：人、事、时、钱、保、退跟救。人就是要看姓名、看合作机构、学校跟科别有没有写对；事要看接受哪些训练，
内容是不是跟自己的科别相关。10、看训练时间，每天的训练的时间有多长，及休息跟放假的规定。钱，看生活津贴有多少，膳宿、交通等费用如何约定。保，看有哪些保险及发生职业灾害时有哪些保障。退，如果不适应或要终止契约，应该怎么处理。就，遇到权益问题或争议时，要知道可以找谁协助，向哪里申诉。以后大家拿到建教生训练契约，不要一开始就把每一个条文都看懂，但至少需要先用这7个字检查一遍。有看不懂的地方就问，还没弄清楚之前，不要急着署名，因为签名不是只有在最后一页写上自己的名字，而是表示你确认这一份契约的内容。所以，请大家记得要先看清楚、问清楚，再做签名。最后，我们来做一题总复习，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看懂契约。第一，生活津贴依规定给付，而且有提供明细，这是可以的，这是合理的。第二，制服费2000块，直接从第1个月生活津贴扣掉，这是不行，因为制服费不能要求建教生负担。第三，提前离开公司要赔2万块，这也是不可以的。契约不能因为约定提前终止要付违约金。第四，每天训练8小时，每周40小时，这是合法的，这符合训练时间的基本上限。第五，毕业后2年不能到同业工作，这是违法的，因为不能限制契约终止之后的就业自由。所以有问题的是第2点、第3点，还有第5点。那如果真的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呢？大家先记住几个原则。第一，先顾好自己的安全，遇到事故、危险设备或不安全的情况，不要为了拍照或收集证据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中。第二，把相关的资料留下来，像契约、班表、生活津贴明细等相关讯息，方便以后来做厘清。第三，要让学校知道，可以找导师、访视老师或学校负责建教合作业务的老师来协助处理。如果经过协调还是没有解决，再依需要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诉。大家可以连到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建教合作资讯网，这只要用 Google 搜寻即可找到。那在上方或是下方这边有一个我要澄清或申诉，甚至有一个申诉的专线，只要点进来，就会有这些相关的可以做申诉的一个平台来做资料的输入。另外，教育部也委托台湾师范大学办理高级中等学校建教生权益保障事项的一个调查问卷。同学在填答问卷时，也可以依照自己训练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来反映意见。那各位所反映的资料，都会交由国教署来做后续妥适的处理。所以同学遇到问题，不要一个人硬撑，也不要只是在同学间抱怨而已，而是要让真正能协助你的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教大家看契约，不是要你去挑公司的毛病，或是跟公司对立，而是希望你知道自己签了什么，有哪些权益，
遇到问题可以找谁帮忙。这就是今天认识建教生训练契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好了，今天讲了那么多，最后请大家记得这7个字：人、事、时、钱、保、退，还有救。以后拿到契约的时候，就从这7个字来去看一下，看不懂的先问，还没弄清楚前，不要急着签名。然后要知道自己到底签了什么，有哪些权利，也要知道自己应该遵守哪些约定。签完之后，也不要就把契约收起来。进入合作机构之后，如果实际上的训练的内容、时间、生活津贴或其他安排跟契约写的不一样，就把契约拿出来确认。不用把每一个契约的条文都背起来，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看，哪里有问题要问，遇到事情知道要找谁帮忙。这个就是今天这堂课的最重要的重点。好，以上是我们第2个单元的介绍，谢谢。